现在对于高危险群，也就是民国73年以前出生的，因为有15到20% 的这个盛行率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是否曾经做过筛检，来确保自己是不是 B 型肝炎的这个带原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玉芝医师，欢迎戴家妍医师来到照护线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家妍医师。目前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肝胆胰内科主治医师。请问急性的 B 型肝炎会有什么症状？一般我们谈到 B 型肝炎，就是因为感染到 B 型肝炎病毒，一旦感染就称作急性的 B 型肝炎。那大家可以了解，得到肝炎可能就有提到我们所谓的症状，那就是身体的表现。那大概可以分成3类。你得到急性 B 型肝炎之后，第一类是没有症状，这反而是占大多数。说明有很多人得到 B 型肝炎并没有症状，以至于后来他都不知道得过。那第2类大概就是所谓的有症状里面比较轻的。那一般得到急性的 B 型肝炎，也许跟其他肝炎一样，就可能会有比较倦怠，容易疲倦，那可能有胃肠道，比如说恶心、呕吐。那比较厉害的，可能就会有比较深茶色的尿，或者是发生黄疸等等。那当然这些症状可能过去之后就完全都康复了。那第3类这个症状就麻烦了，就发生厉害的这个肝功能失代偿。那这种情况就可能很厉害的黄疸，可能发生腹水，厉害的还会有脑病变，我们提到的肝昏迷，甚至婴儿死亡。那这就是所谓的猛爆性肝衰竭。还好这些病人占的不是多数，所以简单来说，我们有所谓的有症状跟无症状，或者是有症状里面的轻症或重症。那当然这必须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才能确定罹患 B 型肝炎。请问慢性 B 型肝炎会有什么症状？至于慢性的 B 型肝炎，就是提到感染了 B 型肝炎病毒之后，它持续了6个月，还是没办法消除，所以我们就称它慢性 B 型肝炎，一般简单称作慢性 B 型肝炎的带原者。那一旦发生了慢性 B 型肝炎，其实绝大部分的病人并没有症状。那这点就是比较麻烦，因为肝脏里面确实比较没有所谓的神经支配，所以即便它在很厉害的发炎或其他情况，不一定会有疼痛感。所以慢性 B 型肝炎绝大部分无症状，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。那有些病人因为慢性 B 型肝炎发生了比较厉害的发作，所以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出现肝炎的症状，那就是一样容易倦怠，容易疲倦，可能还是有消化道的问题，比如说恶心、呕吐这些症状。那这种都不多。那比较厉害的发作，那同样就会有发生黄疸、腹水，甚至有脑病变或者发生肝昏迷。所以慢性 B 型肝炎症状也是多样性，但是我要特别再提到，绝大部分因为没有症状，所以我们会疏于去注意它，疏于去检查它。所以就我们来看，慢性 B 型肝炎的病患一定是要好好的做到诊断，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追踪，绝对不可以根据症状的情况来看是否要就医。那也就是我们在肝炎防治里面最重要的3个工作，当然就是预防，过来就是治疗，接下来就是追踪。那慢性 B 型肝炎这些情况一旦走久了，就会变成所谓的3部曲，就变成肝硬化，再变成肝癌。所以很多慢性 B 型肝炎一旦有症状的时候，都是发生了肝硬化，甚至发生肝癌。换句话说，都是比较厉害的疾病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在呼吁，对于慢性 B 型肝炎的患者，因为没有症状，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部分的常态性追踪。请问台湾 B 型肝炎的盛行率？现在对于 B 型肝炎的盛行率，指的就是是否有带源。因为你如果带源，你就是慢性 B 型肝炎的患者了。那过去的研究，台澎金马、蓝绿龟蓝屿绿岛龟山都是一样，一般成年人就是15到20%。换句话说，走在路上，可能6、7个人就有一位是慢性 B 型肝炎的带源者，所以我们说它的盛行率大概15到20%。那这个事情已经有很大的变化，因为我们在民国73年开始
新生儿施打了所谓的 B 型肝炎疫苗。这个疫苗其实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施打的国家，这个成就非常的卓越。那经过疫苗的一个注射之后，完整注射完会让这个孩子，我们现在讲的从民国73年以后出生的孩子，到现在也都承认了他们的带原率就会降到不到1%，从过去15到20降到现在不到1%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，也是全世界在这部分对台湾非常肯定的防疫效果。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高危险群，也就是民国73年以前出生的，因为有15到20% 的这个盛行率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是否曾经做过筛检，来确保自己是不是 B 型肝炎的这个带原者。那孩子部分少部分因为还有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们就可能需要的时候还会帮他们做检查。这个大概就是台湾 B 型肝炎一个盛行的情况。我记得他是一个高阶经理人，那因为公司有体检就会做检查，那也来我的门诊看。那很不幸的有一年他因为忙碌，或者公司因为不在我们这边体检了，他就疏于检查，这样经过2年回来，这个慢性 B 型肝炎就不幸并发了肝癌。那很不幸的因为肿瘤比较大，所以治疗也是没有办法，所以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慢性 B 型肝的患者一定要特别注意平常的追踪，并不是因为有症状或者有特别的情况才要去看医师，一定要维持常规的追踪，才能确保这个健康。感谢戴医师来到照护线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